这真是一夜之间震动全国，震动世界呀！好吧，人家请我们去讲什么，怎样处理蒋介石，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一下。还是请主席先讲吧。大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了。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一发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呢，这一发动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我们要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杨虎城将军的名字却依然留在人们的心中。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后，杨将军被逼出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将军抗战心切，协同夫人谢宝珍整装回国。但是他们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被蒋介石逮捕囚禁。1947年，杨夫人谢宝珍不幸死在狱中。1949年，就在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和他的次子杨振中，以及杨夫人在狱中生的小女儿杨振国，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西安事变的主要领导者张学良将军，在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反而把张将军从此监禁起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现在日本侵略与前2次不同了，因为日本是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现有的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黄河以北虽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抗则必败，败则必亡，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我坚决主张，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利用国际干预收复失地。要有准备，有计划，才能抵御外侮。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我们只有先安内而后攘外，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现在流窜到陕北的共军已不足2-3万人，陕北地极人稀，共军绝无生存和发展的余地，需要我们再接再厉，不难在短期内平定内患。我就是啊。
啊？什么？再说一遍。109师在陕北石螺镇被红军包围，命令牛元峰全力突围，随时把情况告诉我。是。别跑！枪毙了你！别跑！给我打！给我冲！师长，师长！报告副司令，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阵亡。汉卿，我临走以前一再叮嘱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你别着急嘛。3团，把口子给我卡紧，一个也不要放掉。好，就这样。徐海东同志，情况怎么样啊？报告主席，敌人的建制给打垮了，战斗很快可以结束。这仗打下来，我看东北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仗对张学良会震动很大的。我把抗日大本营放在西北，这一仗将起个电机里的作用。啊，请。东北军109师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证实了。吴承兄放心吧，所托之事，我一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疏通一下。17路军全仗敬之兄多多关照了。哪里，汉卿连着3个败仗，这西北大局还在依仗虎承兄支撑啊！好说好说。没想到东北军又一个师完了。你不是请张副司令明天晚上吃饭吗？我看他可能不会来了。To your health, to your health. Thank you. 谢谢，谢谢。Thank you. I enjoyed your performance. Thank you, madam. You're very kind. Welcome to China. 要是别人，我很好办；对于你，我必须严格，因为你我的关系不同。只有对你越加严格，别人才无话可说。可我失去了将近3个师，现在又不给我补充，回去不好交代。这你放心，我这里会另拨几个师归你指挥。这倒不必。或者听说虎承有隐退的打算，他要离开陕西，那么以后西北军可以归你节制。达令，汉卿。汉卿心情不好，你陪他玩玩。刚好昨天到了几位美国歌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自古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副司令又何必担忧啊？不到3个月，我的将近3个师完了。你和我不一样啊，陕北那几仗的损失，委员长会很快给你补充起来的。老兄，你不是在讥讽我吧？哎，这话从何谈起？哎，真没想到啊！军政部通知，3个师的建制全撤销了。哦，这样下去，副司令的夙愿……哼，长此以往，还谈什么打回老家去？那副司令，胡承兄放心，我就是无家可归，也绝不会赖在西北不走的。哟，你叫赵有琴吗？是。这是通行证，你可以回家了。谢谢。张发财。哟，你叫张发财吗？是。这是通行证，你可以回家了。哦，这……周明贵。哟，你叫周明贵吗？是。这是通行证，你可以回家了。汉卿，汉卿，你在想什么？哦，你现在去找杜重元，我总有些担心。他为了闲话皇帝这篇文章，老蒋把他关了几个月。现在虽然保释就医，我想一定还会有人监视他的行动。当然还得想些办法。赵副官，到了上海以后，赶快把关系疏通好。副司令放心，如果有法警监视，你就手下大放心，千万小心。是。哎，少帅，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怎么样？不要紧，没什么啊。副司令，时间只答应1个小时啊。你那篇文章不是经过审查以后才发表的吗？是啊，可他们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啊。来坐啊。少帅，我看你怎么精神不大好啊？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呐。你过去大概把共军看得太简单了。哎，我听说你丢掉了3个师，是吗？
可恶的是，军政部不但不给补充，干脆给撤销了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了败仗。光我打败仗了吗？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源未减，反而势力益增，现在已经达到18个师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诚是老蒋的嫡系，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这是蒋的一贯手段。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什么叫嫡系？啊，我姓张的，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民国16年，他下野东渡，我给他巨款资助。中原大战，是我发表巧电，才迫使冯玉祥、阎锡山败走的。特别是热河失陷以后，为了维护他的声誉，我代他受过忍辱下野。啊，对了，你看，这就是918事变的时候，他命令我不抵抗的密电。这并不是你的光荣啊。我知道，在国人面前，这是我的耻辱，很大的耻辱。少帅，你不能忘记，千大帅是死于日寇的阴谋，更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从你手中丢掉的。用句老话来讲，可谓不忠不孝啊。我的话是不是说重了？先生，这是您要的水果，谢谢。918以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什么塘沽协定、和梅协定，什么华北5省自治运动、冀北防共自治政府，就连内蒙古也扯起了什么内蒙自治军政府。一句话，日本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蒋介石呢，竟然在五全大会上宣布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既定国策。照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我现在呀，心里很苦闷，所以必须来找你。你说我该怎么办？刚才我讲了，剿共对于东北军来讲，那是自取灭亡；对于个人来讲，你将是千古罪人呐。你的意思是？我看出路在西北。在西北？对。杨虎城的思想倾向进步，同情抗日。至于共产党，他们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你知道吗？似乎听人说过。你应该找来看一看，最好想办法和他们接触一下。啊，杜先生啊，副司令，时间。我带来了2本书啊，你可以拿去读一读。阎锡山利用黄河天险，从河曲保德到枫林渡，整个黄河东岸都布满了碉堡，防止我们东渡。现在全国人民都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从革命发展考虑，我们也必须东渡。
这里离河边40米有块滩地，船容易靠岸，我们就从这里突破。过河以后，我们若拿下石楼，拿下永和，就可以向同蒲路方向挺进。我们准备叫28军从罗峪口强渡，去占领临县三交镇，配合南线进逼离石、汾阳，未必太远。好，我回来了。哦，可能同志回来了。回来了。哎，南京方面有什么情况吗？哦，崂山、榆林桥和直罗镇3仗，对于张学良的打击很大。五权大会一完，他就到了上海。他跑到上海干什么去了？坐下来慢慢讲啊。坐。是。他通过杜重远和李杜，希望跟我们接触。这个变化符合张学良的性格。张对于失去东北是深感内疚的。他一连丢掉3个师，老蒋又不给他补充，他相当恼火呀。另外，北方局的同志已经派人把8·1宣言直接交给了杨虎城。杨虎城有什么表示啊？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这样一来啊，我们主力东渡就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长征以后啊，上海党和我们失去了联系，不晓得他们会派什么人到张学良那里去。原来啊，我看杨虎城那里啊，马上派个人去，进一步取得联系。另外，我们要抓紧做东北军的工作。热进高。鸡蛋醪糟。鸡蛋醪糟。坐。您看，在杨虎城的新城印刷所里发现，他们正在印这种小册子。活路，这像是东北军的人干的，怎么会在杨虎城的印刷所印呢？我正在查。张学良公馆里今天来了个可疑的人物，您知道不知道？什么人？从哪儿来的？还不大清楚，这还要请您亲自去了解一下。好。还有，张学良身边的那个赵副官，经常出去活动，他所接触的人都是些个危险分子。什么事儿？副司令，李主任来找您。人在哪儿？我把他让到钟楼客厅了。您先坐会儿。里面的丁先生是我东北市的老友，要替我关照好。是。您好，您还认识我吗？您一来我就认出来了。你现在工作怎么样？挺好的。好，来坐坐。张副司令近来心情很苦闷，急于找出路。我这次来就是通过杜重远和李杜2位先生介绍来的。刚才我和张副司令谈得很融洽。您来了就好了。我们东北军工委一直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我们上海党也是一样。我这次来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和中央联系上。17路军当中一定有我们的同志，咱们是不是想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啊？现在不行，这要请示中央。你好好给我调查一下，都是些什么人，在那里造谣生事、胡作非为，一定要查出来，马上向我报告。是。那本小册子很可能是西北军的人干的。什么意思嘛？这，副司令，我查清以后马上向您报告。副司令，我走了。
我睡一会儿，要有人来找我，叫他明天再来。是。杨主任，快坐，快坐。实在抱歉，劳您久候了，黄先生。哈哈，请坐，请坐啊。西安耳目众多，杨主任处事谨慎，我是理解的。啊，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亲笔信。哦。好，你回去之后，请替我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对我的关照。具体问题我派人到富县再进行商谈。不过，西北局势的关键还在于张学良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中央已经注意到了。不瞒周将军说，被俘以后就是你们不杀，我也准备自己杀身成仁的。可是现在，我不能死，我要回去说服我们副司令，停止剿共。啊，你的意见呢？高团长出于一片真诚，我同意他回去。不，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去。周将军还是不相信我？哦，不是。到陕北以前，你是在张副司令面前立下过军令状的。现在你打了败仗，我们必须对你回去的安全负责任。这点请放心，张副司令对部下还是重情义的，我想不会。就算张副司令饶恕了你，但从刚才摆出的道理看，感性的成分大，道理并不充分。光从感情上是说服不了张学良将军的。我建议高团长多做些天，多看看，多掌握些抗日的道理。对，这样回去说话就有力量了。啊，好吧。你好，啊，请吧，请。你好，请。坐吧，好，坐吧。下一个节目，小合唱，在东北松花江上。来，吃，好，好，来，吃，好。
胡长兄，副司令，红军的主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晋南，你听说了没有？我还弄到他们一份宣言，你先坐啊。你看。哦，我刚收到南京急电，命令我们乘虚北上，进占红军后方。乘虚而入，谈何容易？应该说，我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难道红军主力东进以后，人家西边就空虚了吗？这仗就好打了？所以全赖虎城兄定夺啊！靠我？嘿呀，跟上副司令打日本没有说的。提起剿共，不瞒你说，我的本钱有限，还得靠副司令。我说虎城兄，你不要再给我装糊涂了。前线的部队根本就不打了，被俘放回来的都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我的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不听我指挥了。这，我俩是吊在一棵树上了。是啊，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吧，委员长那里又不好交差。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几枪，他们那里让出点地方。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啊！哎呀，我的副司令，既然可行，胡成兄，你就出面和那边沟通一下。我？听说给你当过秘书长的南汉臣就是共产党嘛？这，啊，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我已经把他赶走多年了啊！对了，副司令，五全大会闭会之后，你不是专程去了趟上海？啊，哈哈，是去看望我多年的老朋友杜重远，他又不是共产党嘛。哦，副司令啊，67军王军长来电话找你，你带我接就是了。王军长一定要找你，你让他等等。副司令啊，619团的高夫元被共军放回来了。哦。好，我知道了。好，副司令，你们陕北中央有个叫李克农的吗？什么事啊？榆林桥被俘的619团高夫元被放回来了。据王军长讲，李克农通过他约我到洛川去见见面。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啊！你跟我一块儿去怎么样？好。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红军放我回来的。走以前你跟我说了些什么？不成功便成仁。你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为什么还活着回来？为了副司令本人的前途，也为了咱东北军的出路。特别是，我要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副司令。胡说！你说，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还在替共产党做宣传？不是宣传，是事实啊！胡说！什么事实？王军长，坐，不用管他们。我枪毙了你！哼！我枪毙了你！我枪毙了你！副司令，等我说完，再处死我也不迟。副司令，日本鬼子发动9·18事变的时候，当地守军一枪没发，不到1夜的功夫，沈阳失守。接着，东三省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作为镇守东北的最高司令官，您是否有失守土之责？您尽管以后，您还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忠实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就连华北也要沦为他人之手了。难道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你要永远的背下去吗？你太放肆了，副司令。只要你能改弦更张，我死而无怨。我的话说完了，请您处置吧。叛党叛军，军法无情。不过念你跟随我多年，死后一家老小，我会妥善照应的。你还有什么话吗？身为东北军的人，死做东北军的鬼。遗憾的是，我的血不能洒在松花江畔。夫人，副司令，夫人，你是好样的。什么时候牺牲的？是在昨天牺牲的。啊，要派专人把遗体护送回陕北。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拿下10几个县，兵员和物质都有很大的补充。来，柯农带来了好消息啊！哦，你好，你好。啊，什么好消息啊？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到了洛川，我跟他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做了开诚布公的接触啊。这是记录。张学良提出，希望进一步和主席或者是副主席见面会谈。柯农同志啊，人家是嫌你的官小呢。恩来啊，你看，还是我去吧。会谈地点约在哪里啊？张学良提出，在他房邸延安。可以。分析一下他提出的问题。另外，恩来同志的安全问题啊，要绝对保证。是。报告主席，刚才我们得到北路军指挥部的电报，刘志丹同志在三交镇指挥作战时牺牲了。
周先生，张副司令在城里恭候。好，请带路。是。久闻不如一见，过去只听到宣传，今日一见，您果然是位美髯公啊！过去也听说张将军身体欠佳，今天看来并不像传闻的那样。社会上疯传我萎靡不振，这毫不夸张。我只是戒毒之后身体才好了。啊，请好，好，请好。丁力同志你好啊！周副主席您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和家里联系了。是啊，周将军，要不是李克农先生来联系，我们准备让丁先生找上门去了。有缘终究要相会嘛，只是相逢何太迟啊！请。好。你好。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飞。从张将军这2句诗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苦闷和不平啊。周将军，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思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全国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呀。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哦，贵党是这样看待我的吗？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派我来的原因嘛。周将军，请坐。喂，你有什么事？不能进去。我有急事。啊，是李主任，这么晚了。我有一份军务急电，要见副司令。副司令打球着了凉，身体发烧，正在发汗。已经睡了。那好，我明儿早上再来。既然是民族为王，就必须发动全民族起来奋斗，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出路。但法西斯主义是完全与此水火不相容的，光靠仅有的几十万军队是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贵党提出的反蒋抗日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蒋介石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地方政权，要是能够组成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抗日是非常有利的。如果蒋介石能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我们是可以联合的。北伐的时候我们就合作过嘛，不过要使蒋介石改变政策，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我将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他，我想他是可以改变态度的。张将军的确是一个非常爽快热情的人呢。真恨我们相识太晚了关于房地问题还是请张将军先谈吧。喂，你是谁啊？我是广清啊。据报告，张学良确实自己驾着飞机向北飞去了。同级的还有谁？还不清楚。马上派人去查，一定要查清楚。是。周将军今天的会见将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揭开新的一页，我是说话算数的
我们也不会对不起朋友啊！好，来，好，请。整整1夜呀！天亮了。1936年6月，两广发生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反蒋兵变。粤军陈济棠的主力集中在大余、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李宗仁的主力集中在泉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两广空军的9个中队也都做了战斗部署。我们的部队速调学业部，逼近桂北，将定文部，调往粤东边界。另外，调甘立初部，集中在衡阳。这个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委座，张学良的53军还有2个师在华北。如果13师东调，西安方面张杨会不会？是啊。最近西安方面有确切的消息吗？哦，郑广清已经来了2天了，正在外面等你召见。叫他进来。是。对于这次兵变，各地军政长官的态度尚未明朗，因此我们必须趁事态尚未扩大之际迅速解决。还有，空军集中在赣湘2省基地，海军集中在厦门。委座，他来了。报告。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最近有什么新的情况？据调查，张学良、杨虎城跟共产党有着秘密来往。有没有具体的材料？有。你看，这是一本宣传抗日的小册子《活路》，是张学良手底下的人编的，是西北军印刷的。这到底是东北军搞的还是西北军搞的？具体这个，我现在正在继续调查。你丫细皮，净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马上回去给我查清。是。李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那个赵副官肯定是共产党立功人员。现在在哪儿？现在在西北饭店，和一些危险分子正在开秘密会议。为什么不给我抓起来？这个人是张学良的左右，抓副司令的人，你看，抓住他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张学良去延安的内幕，也就不难弄清楚了。那就抓，出了问题我负责任。是。啊，等等，还是通知省党部，叫他们出面抓好。抓住以后，马上派飞机送往南京。现在，蒋介石正忙于应付两广事件，对北方的统治相对的减弱了，这个时机很好。张副司令对学生救亡运动是非常同情的。听说东北军成立了秘密的抗日同志会，还听说东城门楼上住着学兵队。除了东救西救以外，我们还准备把教师抗日救国会和店员抗日救国会都抓紧组织起来。好。就这儿，进去。不好，绿崖周围
来了些不三不四的人。快，从这走！啊，快点，快，李先生，哎，走，快走！开门，开门，开门！不许动！进来，不许动！带走，走！干什么？快走！哎，你走！走！你们这是你们干什么？走！凭什么抓人？走！凭什么抓人？给我走！我们是学生，凭什么乱抓人？放开我！少废话！凭什么抓人？快走！你们凭什么抓人？我是张府司令的副官，抓的就是你们是干什么的？走！你们是干什么的？带走！快走！快走！走！喊什么？放开我！走走！快点！快走！快走！放开我！来人呐！哎，来人呐！别打！走！有土匪！土匪绑票了！走！你快！来人呐！哎，站住！站住！站住！干什么？住手！哎，这他妈的，好大的蛋！竟敢绑票！我们是省党部的，拿出逮捕证来！你可以跟我们到省党部去问问。哼，我弄清情况以前，先跟我们一块走一趟。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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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快点，你们走，走，别废话。喂，是杨主任办公室吗？是的。省党部特工队捉了几个学生，还有副司令身边的赵副官。什么？现在赵副官已经被执法队截住了。哦，知道了，你们等一等。杨主任，省党部特工队捉了几个学生，还有副司令身边的赵副官。现在赵副官被执法队截住了。马上通知副司令。好。什么？捉到省党部去了？那就请执法队先把赵副官送回来。好，谢谢。把谁捉去了？赵副官和2个救亡学生领袖。赵副官怎么和他们在一起？是我让他们去的。问题是省党部为什么要捉他们？特别是捉了赵副官，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你们说，东北军里还有什么人跟你们有联系？啊？说，打！他们竟敢公开捉你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看起来他们是有所用心。对。那就早拿主意。来人，有。马上通知卫队营，接到命令立刻行动，包围省党部，把抓去的人给我抢回来。是。还有，把党部的秘密文件、电稿之类都抄回来。是。别动！哎，这过去，再找。把他围上。副司令，这次行动可是非同小可啊！我从来不干后悔的事儿。按照现在的情况，应该想个办法了却。丁先生，您的意思是？最好马上给蒋发个电报。对，王秘书，给委员长发个电报。抬头照旧。陕西省党部不按正式手续
不持逮捕证件，私捕总部人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奋激，迫不得已向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前呈报军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发吧。报告，杨主任来了，请。是。副司令啊，你可胆子不小，把堂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给抄了啊！杨主任，抄得好啊，请。你把这个看看。好。17路军与东北军之间矛盾重重，为号房看戏诸事打架斗殴，还常发生。怎么样，收获不小吧？这是在给你我帮忙呢。这帮蠢家伙！这个少爷，简直目无党纪国法。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给委员长的许多秘密档案，都落在了他手里。哎，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马上往南京发报。名义上你是代总司令，而实际上，连小小的陕西省党部都在处处监视你。哼，何止对我？你再把这份看看。嘿嘿，还给你我各戴了一顶红帽子，你觉得怪吧？见怪不怪，也就无所谓了。你情愿戴这顶红帽子？哼，问题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我现在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就是说，只有你我联合起来和他姓蒋的斗。这个，自民国以来的历史看，光靠你我两个是斗不过蒋介石的。你的意思是？我说句莽撞话，要想和蒋介石斗，非得找共产党不可。好啊，好啊！既然你老兄有此意，那就拜托了。叫我去找共产党？副司令，事实已经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这是什么意思？4月8号，你自己驾着飞机往北去，你以为我不知道？杨主任，其实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嘛……实不敢怠慢，我是早走一步，但副司令做事果断，我是很钦佩的。顾长兄，汉卿老弟，这个武力解决是下策，非到万不得已，不可行之。不然，我们的兵力就将陷在广西，而不能自拔。报告，张副司令发来的急电。娘西皮！胆敢抄了省党部，简直是无法无天，这太目无党纪国法了。也好，这倒是一个解决张扬的最好契机。发个报去。汉卿无地，省党部一案，吾弟疏失莽撞，
为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已予处分一节，应免治役。被捕人员的审理，按吴地所拟办理。马上发出去。是。现在这里要紧，诸位坐下，继续研讨广西问题。1936年9月，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兵变以后，迅速把对付两广军队的30个师全部沿着陇海路西调，集中在郑州、洛阳、陕县之间，并且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2个机场，准备再把大批的飞机西调，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避寿为名来到洛阳。现在各路兵员是不是全部已经到达集结的位置？还有3个师正日夜兼程，因兵员太多，反而撤走。机场的扩建问题必须加快。西安机场即将完工，兰州机场还得些日子。不能再等了，我准备马上就去西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以后，原地待命。是。我看这次老蒋来，无非是亲自督阵，逼我们去剿共。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次镇压两广的兵都带来了。也许对付我们是主要的。总而言之，来者不善。杨主任，我们马上到临潼去见他，先探探虚实再说。好。来人，哟，通知部队取消假期，各返驻地待命。是。报告，张副司令和杨主任求见。先到外面客厅坐。是。请。啊。好。委员长，好，二位请坐。请。委员长这次来陕啊，我是趁到洛阳之便，顺便来看看你们。委员长，我们是不是把西北的军务给您报告一下啊？二位知道，两广事件闹了几个月才安定下来。我这次主要是想好好休息休息。胡成啊，陕西是你的老家，有些什么名菜？老孙家的羊肉泡馍，倒是颇有地方风味，就怕委员长的胃口。胃口嘛，吃得消，吃得消。西京长安有什么可看的？
周秦汉唐历代古都可看的地方确实不少，是不是我们陪您各处走走？你们军务很忙，这样吧，明天我们一块玩一玩，以后就不烦劳了。委员长拟了个名单，请东西北军将领分别陪同，以便熟悉一下各位同仁。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范青啊，难怪长安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川800里，确实是个休养生息、图谋霸业的好地方。青哉啊！许多人给我讲你是虎城手下的一员战将啊，辅佐杨主任为党国尽孝犬马之劳罢了。部队的武器经费够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大军啊？感谢委员长栽培。此地景色甚好，留个纪念吧。好。好。表面上他是在抒怀闲情逸致，实际上他是别有用心。怎么见得？大雁塔的那番议论，实在是挑拨你我。胡长兄，你可真正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呢。这是老蒋惯用的伎俩。不管他耍什么手腕，这一回，我非劝说他停止内战不可。现在，连3尺儿童都懂得，不起来抗日，中国就要亡国。难道委员长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但愿你的诚心能够得到成效。1936年12月，国民党大员云集西安。你不用辩解，你的言行我都很清楚，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器重。我问你，吴北业写的《随寇纪略》，你读过没有？没有。这是一部说大明剿闯贼的书。明朝亡于清，主要是崇祯对陕北闯贼掉以轻心的结果。我认为，明朝亡于清，恰恰是崇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错误所致。现在，国内的情况似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中就明确号召各党各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谬论！我问你，你都看了些什么书？我最近看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受益不浅。什么？你都看了这些反动书籍？你中毒太深了。
你给我好好反省。你讲，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收买了？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子侄，你竟敢背着我与共军勾结！委员长，这是9·18事变的时候您给我不准抵抗的密电。5年来，在全国父老兄弟面前，我承担着失守国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了维护您的尊严，学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5年来，东北义勇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这5年多，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在日寇的铁蹄下饱受奸淫掳掠、家破人亡之苦啊！现在日寇还在步步进逼，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若是在我们手里遭到亡国之痛，我们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兄弟？怎么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枪口一致对外！打回东北老家去！打回东北老家去！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是这里有往上升的。快点！城门屋管从那边。俺都说乡党们，今个生意做不成了，赶紧收拾摊子回家睡觉去。哎，乡党，赶紧走！哎，弟兄们，行，抬好兵器啊！就这。哎，你那边大王摆好。排长，学生娃们来了。弟兄们，把家伙端起来，刺刀上上。我说排长，人家学生娃们是要到临潼找老蒋，要求抗日，咱给人家动家伙。杨主任有令，不准起。我说你动个球！宪兵二团在临潼路上把机关枪都架起来了，咱杨主任是怕我们家着火啊，才让关城门的。哦。注意了啊！哈呼都行了，老来整个的啊！知道了。好吧，我不同你争辩。如果你们确有难处，那么东北军可以调往福建去休整，西北军可以去安徽，陕北红军由我指挥中央军去进剿。我可以给你3天的时间去考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报告委座，什么事？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向临潼请愿来了。告诉宪兵团蒋孝先，谁胆敢到临潼来寻衅闹事，格杀无论。打回东北老家去！打回东北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汉奸卖国贼！全口一致对外！全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口一致对外！全口
奉蒋委员长命令，学生在校应好好读书，国家政事自由政府负责办理，有违抗者格杀勿论。今天我们是去临潼面见蒋委员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难道这也犯法吗？蒋学先，你在北平就大量逮捕屠杀爱国学生，今天你到西安来，还想那么干吗？我告诉你，我们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愿意做亡国奴吗？不许你们危言耸听，煽动百姓！哎，怎么办？怎么办？冲过去！冲！对，冲过去！走！机枪准备！张副司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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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同胞们，你们的救国热忱，我张学良是非常敬佩的。只是今天，临潼不能去。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看着你们去流血牺牲，为抗日而死是光荣的。对，请诸位相信，我的最后一滴血，也是要流到抗日战场上的。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为救国而死，我们愿意救国而死，誓死不做亡国奴，誓死不做亡国奴。张副司令，同学们，张副司令，我们希望您能真正坚决地站在祖国和人民的一面，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东北已经沦亡了5年，您身为一个东北人，难道忘记了在鬼子铁蹄下的东北同胞吗？我们面对机枪刺刀，虽然十分危险，可是我们这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就是流血牺牲，也要委员长亲自答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对，达到我们要求。同学们，等一等，我们要求。再听我说一句话，1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副司令，副司令，司令，我若欺骗了诸位，你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张学良处死。拥护张副司令抗日，拥护张副司令抗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老蒋要我们3天内答复，怎么办？我能够说的都说了，可这老头子是一句都听不进去。这是可以想到的，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啊，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3天期限。副司令，有几句古话：夏桀暴虐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晚其过？臣之以兵。太甲昏庸不仁，一引把他捉起来，囚在童宫，强迫他改过自新。兵谏，把他捉起来。只有这么干了。
前线看，检查武器。快！来了。哦，既然是岳母和他一同前去，叫我父亲也欢喜欢喜。是呀，他们受了惊慌之人，前去看看也好。母亲，不敢火脸再去马进儿就去。小姐不必推辞，来，有叫马伺候。伺着你。哎呀，母亲啊，我瞧都咋做呢？不必多言，随着娘来。小姐，请来上讲。好，慢走，慢走，好走。慢点，慢走，慢走。请。都到了，人全到齐了。好，副司令，你说吧。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张学良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9·18以后，国人唾骂我为不抵抗将军。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捉起来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谁还有什么异议？听副司令和杨政委指挥。好，凌晨4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快，快！
什么？报告副司令，委员长不见了，他的假牙还在，被窝还是热的。他的汽车呢？也在。这就说明他并没有走远。迅速封锁各路口，搜山。快出！怎么回事？快！别动！别挤出来！别动！你是李主任吗？哎，我郑广清啊。哎，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该属于我。喂，我就是啊。怎么样？报告副司令，华清池周围都搜遍了，还是没有搜到。再继续搜。是。如果蒋介石死了，会是个什么后果？免不了国内一场混战。我们是为了反对内战才起事的，如果事与愿违，你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想来，他不会跑掉，更不会自己去死。蒲承秋，万一有什么不测，你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南京，一谢国人，二息内战。不能。喂，是杨主任吗？我是张学良啊，你是？我是李大全呐。外面枪声很急，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哦，西北军把我们家给包围了，不准出门呐。我在新城大楼，现在也不自由啊。哦，明白了。喂，你是广清吗？我是啊。我跟你说啊，我找到张副司令了。什么？我找到张学良了，他在新城大楼，行动也不自由了。哎，我从窗户里看见了17路军在抢张学良的边业银行啊！不管吧。啊，明白了吗？啊，懂了。大全，出了什么事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人干起来了。是不是走漏了消息？不可能，能跑到哪儿去呢？是啊。
委员长呢？没见。走。里面什么人？不出来开枪了！喂，什么？再说一遍。好，马上派人送到这儿来。抓到了，已经抓到了。哎呦，抓到了！干得厉害，太好了！把那个东西拿来。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江主任，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呐！哦，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拿酒来！哎，报告官，拿酒了，酒。来，钱，喝酒，干！副司令、杨主任，向全国通电的8项主张已经拟好了。好。可下一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呢？你们政治设计委员会先讨论一下，提出个办法来。好，杨主任，你说呢？我和你说过一回，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来不可。对，请共产党尽快的派代表团来。丁先生，有劳你了。好，我马上往山北发报。好。Hello. Excuse me. Mr. Donut. I have something I want to say to Madam Jiang. Please go right ahead. Please.怎么办？马上回南京。大使先生，你好。確かに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川吉です。请坐。どうぞ。这么晚了，大使先生还没有休息啊？こんなここまで大使さんがまだお休みないのか。お国の商品価値を閣下が遭難をかれて報道されておりまして、我が国の理解では休みを取りなくしております。一日を会議を開いてしております。得悉贵国委员长蒙难，我国国会放弃休假，全天开会。鄙人非常关心贵国政府对西安事件的态度。私は日本政府の西安事件に対する態度に非常に心配しております。私はすでに外務大臣によりこのもし南京政府が中閣僚旅行上に協力できたりどうとした場合、日本政府は生還をできない旨おつばい責任を負われてしております。
外相已授权表示，如果南京政府对张扬持合作态度，我大日本帝国将不能做事。不，我们正准备谴责张扬，以武力讨伐。いいえ、我々では朝領の責任を追放し、武力を討伐しております。わかりました。もしお国政府が本当にそれをそちられるとならば、我々もできるだけ努力いたしまして、支援における早速同盟軍の軍事行動を手すぐようにいたします。果真如此，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停止察北同盟军在绥远的军事行动。非常感激。とても感激いたします。委员长，您还是穿上吧。张学良、杨虎城叛党乱军，水火不容，给我送回去。他不顺怎么办？就说是我们送的啊！委员长，这不是张副司令和杨主任让我们送来的，是我们送给您穿的。好，是你们的我穿，我就穿。你们二位叫什么？啊，把名字给我留下来，以后我们就是患难之交了。委员长不必客气。告诉委员长，我来见他。是。报告，张副司令来见委员长。委员长，您受惊了。我不是你的委员长，你也不是我的部下。我们对您并无恶意。只是想就国事能坐在一起谈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既然你还承认我是你的委员长，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或者任凭你把我杀掉。国难当头，我不听，我不听。好吧，以后再说。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曾几次用书信征谏，当面征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他在上海逮捕了7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飞往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而蒋委员长拒不采纳我的要求。后来我对他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关于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胞们，我们只求抗日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打委员长，您好。护城啊，不要动了，不要动了，坐。好。护城啊，这事发生以前，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事前我和副司令商量过的。你们想干什么？很简单，向清委做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你们一定受了共党的唆使。不，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并没有和共产党联系。不过，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去电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共同协商。什么？请共产党来？你们这是？这确实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目前，国内各地军阀都在窥测方向，明确表示支持的不多。在国际上，反应最快的首先是日本。星期天，日本国会放弃休假，全天开会。虽然会议内容没有透露，据估计嘛，日本人很担心蒋会被迫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齐亚诺得到消息以后，立刻给张学良来了电报。说是你要和共产党合作，我们就是死敌呀！这个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是个外交部长。事变发生后，何应钦就打电报，请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迅速回国。汪呢，马上在日内瓦召开了驻英法德意4国大使的秘密会议，然后就去拜见希特勒。日本至今没有对外发表文字，是不是和等待汪精卫有关？其二，他们害怕步子快了，逼得南京政府跟张杨妥协。是的，内蒙德王一反常态，声明尊奉南京政府，正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英美，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他们很担心事态会对日本有利，那就要危及他们在华利益了。这真是一夜之间震动全国，震动世界呀！好吧，人家请我们去，讲什么，怎样处理蒋介石，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一下。还是请主席先讲吧。大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了。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一发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呢，这一发动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我们要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西安事变
有2个发展前途。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也经褫夺本监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仍有不自悔悟，束身戴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望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声愤慨。报告，蒋夫人要见何部长。就是我在开会，没工夫见他。是。政府为整治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有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分而为国本。你是不大赞成的吧？我同意和平解决的方针，只是在干部和战士的思想上。老蒋和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今天一下子抓住了。从感情上讲，我也主张杀。可是啊，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啊。现在要是把他搞掉了，只有对亲日派有利，对国家、对人民是不利的呀。我很怀疑，把他放了，蒋介石会不会抗日？你们到陕北来见过毛驴吧？见过毛驴驮东西上山吧？毛驴驮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非让他上去不可，怎么办呢？啊，使唤牲口的人呢，有3种办法：1拉，2推，3打。当然了，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啊！报告，蒋夫人说非见不可。怎么，委员长真的已经死了？有人说被张扬加害，又有人说被送往陕北共军。既然是死活不明，你们就敢把我拒之门外？何部长，你真是太辜负了委座对你的。正是为了拯救委座，我才调了20个师，并且命令飞机全部出动。是要炸死委员长吗？或者说，你想把他们逼急了，让张扬来杀害委员长？你给我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派代表团去西安。什么代表团？当然是政府代表团。不，堂堂国民政府怎么能和乱臣贼子谈判？现在部队已经出动了，出动了也得调回来。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对不起，我还有些急事。据了解，贵国军队已经调动，是否要以武力解决？日本帝国已经表示不介入贵国内政，你有什么看法？对于委员长之安全，贵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察北同盟军有什么新的行动？我听说汪精卫先生马上回国，是否确定？诸位女士、先生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我无法一一答复，非常抱歉。至于委员长目前的情况，他正在同叛逆们进行坚定的斗争。好 ，I'm sorry。张先生，你来干什么？委员长，副司令说这儿很不安静，请您换个地方。换个地方？不，我就住在这里，就在这里。我们给您找了个好地方，到那里去，您可以安安静静的休息嘛。我不去，我不去。委员长，您，我哪里也不去，要死就死在这里。我看透了，何应钦打着营救的旗号，实际上是想加害中正，用心险恶，要赶快想办法派人去西安见到张扬。
那你看谁去西安合适？端纳最好。第一，他是外国人；第二，他过去给张学良当过顾问，现在又是委员长的顾问。也只好如此了。那飞机呢？黄埔系的空军是靠得住的。好，就这样。喂，指挥部吗？我是机场，请向副司令报告，机场上空有一架飞机扔下一个信筒来，信上自称是南京宋美龄派来的，他叫端纳。信上还说，如果同意他降落的话，就在机场点起3堆火。你看怎么样？我看叫他下来，通过他来沟通一下也好。Generalismo. 端纳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Mr. Donald, when did you come? I just arrived. Madame Jiang has sent me. 刚到，我是受蒋夫人委托来的。要你来干什么 Why did you come? I've just been conferring with Mr. Jiang. And I can assure you neither of those two generals mean you any harm. 端纳先生说，我同张汉卿先生接触以后，可以向委员长告慰的是，2位将军对您并无恶意。What they want is for you to stop the civil war and for all of you together to fight the Japanese. They'll acknowledge you as a leader and give you their full support. 他说，主要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他们还是竭诚拥护您做领袖的。给我翻译，等我死了以后，他们再去抗日吧。Let them wait till I die. Then they can fight the Japanese. We Westerners agree with that proposal. Accept, you'll be a great man. 他说，我们西洋人也赞成这个主张。蒋先生若能赞成这个主张，今后将会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Refuse, and you go down in history as just another trivial figure. 若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会变成这样小小的人。The security and honor of your country and your own depend on whether you're willing to change your mind. 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基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Here's a letter from Madame Jiang. 这是夫人让我带来的亲笔信。达令，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没能陪你一起到陕西去，不想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是王省王家的人群，对于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如果有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来一趟。南京很热闹，可以说是戏中有戏。No thanks.
南京又派飞机来轰炸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被扣了，政府的将领不会没有表示。如果委员长仍然持这种态度，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底。If heavy fighting breaks out, your nation will be destroyed, and your own life will be in danger. 他说，如果真打起来，不但贵国民众涂炭，就连蒋先生个人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何应钦要打，我又有什么办法？ If Y.C. He wants to fight, what can I do about it? General Lismo, you're the only person who can stop Y.C. He. Write out an order. 他说，南京方面除了委员长之外，没有人能制止何应钦的行动。你可以写份手令。这个，我派专人送去。I'll deliver it personally. 他说他可以亲自带回去。不，要派蒋鼎文去，而且你们必须马上送我回去。我也希望事情早些了结。What's he saying? What seems to be the trouble, anyhow? Send Jiang Dingwen, and you must let me go back immediately. 3天，我只能叫何应钦停战3天。周先生，王将军，丁力先生，你好，田文浩先生，你好，你好赵副官，你好，你好，你好，请吧，你好，你好，辛苦了，请。你看，哎，有没有剪刀啊？我剪胡子。听人讲，副主席说过，赶不走日本鬼子，不刮胡子。这是民间的口头传说嘛。哎，你们继续谈谈情况吧。好，坐吧，坐。好，来。蒋介石新购买的50架飞机，虽然被我们扣在了西安，但是洛阳还有很多飞机。特别是张学良驻洛阳的炮兵6旅叛变以后，中央军就可以直通西安了。何应钦军事讨伐，蒋介石拒而不谈。张杨憋着一肚子火，群众急不可耐。总而言之，西安从上到下都要求马上处死蒋介石。哦，看来是要我们在一片杀声中表态了。真是欺人太甚，这仗非打不可了。时间就在旦夕呀。前线已经把桂永清给打掉了。我看呐，公审会提前开，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我党认为，这次事变存在着2种前途，一种是蒋介石接受8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种是和2位的本来愿望相反，大打内战，引狼入室。贵党认为，怎么才能实现前一种前途呢？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和平解决，这可能吗？2位将军知道，这次捉住蒋介石，既不同于10月革命捉住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擒住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不同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这次是靠2位将军的抗日热忱和牺牲精神，以武力要求的方式来捉住蒋介石的。他本人被捉了，但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啊。是啊，
他的军队已禁止潼关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何应钦是亲日派，如果把蒋介石杀了，何应钦的阴谋正好得逞。那么，我们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呢？说得对，道理很对，不过就怕事与愿违。到今天为止，老蒋还是拒而不谈。不要被他暂时的强硬所迷惑嘛。目前，日本企图独占中国，这就和英美的在华利益发生了矛盾。蒋介石呢，一方面受到英美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也会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两种因素决定了他可能改变政策。否则，宋氏兄妹为什么派端纳到西安来呢？汉卿，我的东西就不用检查了吧？不用了，请。你好。等一等，把枪交出来。请委员长吃药。等等，共产党代表团还没有来吧？已经到了。没听说是谁来了？听说是位副主席周恩来。去告诉张学良，不许把周恩来带到这里，快去！是。任何人不许进来。请。达令，你受惊了，受多了。怎么你也来了？是汉卿相约。共产党派周恩来来了，他们一翻脸，夯不啷全部完结。周恩来的态度很明朗，和平解决，放你回去。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扬的8项条件。谈判，屈从了他们的主张，我什么都完了。可是你不谈判，就回不了南京啊。好，请啊。报告。周恩来先生来看望委员长。不见不见。哎，怎么能不见？快请。请。好。您好。您好。您好，宋先生。蒋先生，10年没见，你可是显得苍老多了。是啊，我已是老态龙钟，残缺不全了，而你却还是满头黑发，不见当年呢。请走。好。
我问你，你们唆使张扬发动这次事变，准备怎么收场啊？啊，蒋先生错了。事变发动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至于怎么结束，就要看蒋先生如何顺应这个历史的潮流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大敌当前，国难深重，可政府的军队却兵勇通关，威逼西安。这样冲突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呢？后果很明白，我被扣了，不达目的，何应钦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想，南京的内幕，蒋先生不会不清楚吧？至于何应钦是何许人，你不了解吗？我自信比你了解。是啊，你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嘛，回国后又一起在护军都督府共事。特别是1926年，他由东江出福建入钱塘，为你立下过汗马功劳，得到了你极大的重用。这个都是不错的。但事隔4个月，同年11月份，宁汉分离，桂系威逼，由于他在关键时刻另有打算，便促成了你不得不下野东渡。我想，这也不是无稽之谈吧？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重提过去是为了今天嘛？看看今天何应钦的作为嘛。表面上他慷慨激昂，宣言拯救伪作，背后里呢，事变发生后，为了适应日本人的需要，他拥护汪精卫回国呀，甚至已经拟定了统一党国、革新政治的方案。有这种事情啊？不但确有此事，在这份材料里，党政军的人选都已经内定了。蒋先生，这次我们是来求同的，不是来利益的。夫人所谓的南京戏中有戏，不正在这里吗？周先生，请坐下谈。好。既然已经起事，就绝不能罢手。现在前方已经打起来了，绝不能放假。谁要是谈判投降，就先毙他几个再说。先别急，咱们得想个好办法。你好啊，你好，欢迎欢迎。你好，请啊，你好，请坐。请。好。说吧。这是我和杨主任提出的8项主张，经周先生归纳，就以下6个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达成协议。我们绝不能通过谈判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这纯粹是幻想。蒋介石罪恶累累，现在只有杀掉蒋介石，以谢国人。共产党的主张是一种投降的政策，这是完全错误的。现在马上派代表赶快去见张副司令、杨主任，要他们把蒋介石交给民众公审。这人是哪儿的？我不同意刘先生的见解。现在要是杀掉蒋介石，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内战，这只有对日本有利。你能保证蒋介石他会同意抗日吗？现在正在谈判，我们应该等谈判结果才能采取对策。
你一干，反而会把他惊醒的啊！是不是中央的回电啊？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实际上，蒋介石签不签字都是一样的。好，宋先生，在改组南京政府这一款里，我们是希望您来出任行政院长的。对于贵党不念私怨、宽宏大度，本人表示感谢啊。请周先生放心，尽管这次谈判结果不履行签字手续，委员长说他以领袖人格做保证。啊！欢迎副总理将军莅审！欢迎副总理将军莅审！欢迎副总理将军莅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压正常，心脏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腰部受伤，需要好好休息。您休息，再见。再见。再见。剩下的问题就是走的问题了。今天是23号，我们要快走到南京去过圣诞节。汉卿说了，他也希望让我们早些走。也许张学良的话是真的，可是杨虎城呢？周恩来呢？什么声音？好像是学生结队上街。又出了什么枝节了？是不是因为你不在会谈文件上签字的事？报告，周先生来了。是凶是喜？看来走气又没有希望了。请。好。宋先生，蒋先生，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应该说是民族的大幸啊。请坐。好。请。是不是因为委员长不签字，大家还有不满？是的。有人推断说，不签字，就说明委员长没有诚意呀。本来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如果以后不能够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再重复一遍。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个形式问题嘛。如果没有诚意，就是签了字，回去以后不是照样可以反悔吗？不。可以去告诉他们，我绝不反悔。恐怕是误会了。听说绥东抗战的傅作义将军要来，学生们正自愿结队去机场迎接。我的上帝！蒋先生，这次我来是为了重申我们党非常关注张杨二将军的安全，东北军、西北军不致受到歧视，以及全国各地声援这次事变的团体或个人不要受到迫害。我想蒋先生对这3个问题，本来我是言必信，行必果。没事，你不用管。走。好吧，就这样。听说蒋介石还没有签字就要放他走，这是我们的抗议书，请军长也签个字，转交到上面去。要是这样就放他走，我们绝不同意。如果这样办，
那将发生意外。我们都是张副司令的部下，应该听从副司令指挥。发生了什么事呢？一群年轻军官送来了抗议书，反对放蒋。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还抗议什么？因为老蒋没有签字。喂，你马上给我接中共代表团，找周先生。老蒋是个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人，他现在虽然口头上答应了我们的主张，回去以后，未必实现。是不是你也担心他会报复？对。那你为什么又同意和平解决呢？那是大局，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可是，既然道理是对的，你就不必忧虑。即便将来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你的行为也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众的。报告杨主任，周先生不在。哎，什么？不在？你好，你好，有什么急事吗？有，请。请。汉卿，你看，商定的问题，为什么不签字？必须让蒋介石签字，必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介石走，否则就是张杨二位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信是直接送给你们的吗？是的，你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都在上面签了字。怎么办？夜长梦多呀！你先赶快回去准备。好，请。我不送你了。再见。赶快给我简单的准备一下行装，我马上送委员长走。怎么，你要亲自送老蒋到南京？我必须亲自去送。汉卿，你把他捉起来，他会不会？正因为我把他弄得声名狼藉，所以我才必须去南京帮他挽回面子。你快去收拾去吧。于去南京期间，东北军要绝对听从杨虎城主任的命令。此役，张学良。虎城兄，我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就请你多偏劳了。不说偏劳不偏劳的话，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叫他走了吗？不马上送他走，就走不成了。夜长梦多，万一再生出些其他枝节来，你我担当不起呀。蒋介石这个人是毫无信义，你送他去，万一我们做的光明磊落，我想他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副司令，我万一回不来，东北军完全归你指挥，你把我的手令拿好。不，这件事情得跟周先生商量一下。哎呀，没有时间来回磋商了，走，你马上和我一块到机场去。
周先生，副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走的？已经走了，而且副司令要亲自送他走。什么？亲自送他走的？是的。走。周先生，你看，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7·7事变爆发以后，实现了全面抗战，形成了第2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伟大转折。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